能投屏吗？一起看。我能够看出来啊，晴晴真的是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这次为什么要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呢？我之前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一直想着木子，但是现在我发现，某个渣男他在消费木子，他在拿着木子的悲情为自己敛财，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某个渣男，晴晴，你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我只能说，这个男人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男人，我猜猜啊，你说的是不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啊？是。木子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失眠，睡不着觉。我宁愿死的人是我自己，这样至少我不用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个时候，木子的丈夫竟然还有心情在公众账号上写文章，而且还开打赏。他把木子当成什么了？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陶大明有在公众号解释过，他说是为了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所以说需要钱。这些都是借口。现在，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为什么当时法院没有抓我？为什么我没有和石勇一起坐牢？难道中国的法律是他陶大明制定的吗？晴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陶大明告我是假，他骂我就是想带节奏，他想要利用木子赚钱，利用大家的善良赚钱。他不想让木子安息啊！这件事情不结束，他才有热点，他才能利用木子赚钱。晴晴，我想这些都是你的个人猜测。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过双方的表态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现在做的是深情人设，说什么刚结婚就失去了一切。木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一切，他也根本就不爱木子。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他跟木子在一起的时候出轨过，这是木子亲口告诉我的。把葛晴晴接受采访的视频下载下来，我们保留起诉她诽谤的权利。徐店儿，你先别急，回头我会跟葛晴晴再好好的沟通一下。你呢，也跟陶大明好好沟通。总之，希望双方都能注意这个舆论。这个事情再这样闹下去，会越闹越麻烦。我尽力。现在呢，你们就认为葛晴晴没有把石勇威胁她这个事情告知穆子琪？对。理由就是在案发的当天，穆子琪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发任何消息，我指的是危险性的消息给她的丈夫。这对于一对每天交流的夫妻来说，你觉得正常吗？从我递交的陶大明和穆子琪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那你们现在这边的态度就是坚决要判，不接受调解。我当事人的态度很坚决，不接受调解。为他人抱薪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他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交代。方队长，你觉得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我们胜算大吗？这不像是你问出的问题啊。第一，我不能未审先判；第二呢，
我是承办法官，但最终还是得参考合议庭的意见。就这么说吧，就我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你们现在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葛青青没有对穆子琪尽到危险告知义务。所以，如果你们能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更好了。我明白了，谢谢你，王队长，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他说我拿木子敛财，卑鄙！他这是污蔑吧？所以出轨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对吧？我和木子在一起7年，我发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公众相不相信你才是最关键的。现在审判你的不只是法律了。葛青青是在亵渎我和木子的感情。徐律师，这是他在污蔑我，我不会退缩的。我要跟你说一件不太好的消息。现在法院呢，认为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来想办法，你先别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谨言慎行。我很害怕葛晴晴会抓住你的把柄，这样对你会非常不利。所以你的公号要先停一停了。师傅，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坐地铁啊？千万别，外边一大堆做直播的，我打听了，全冲你来的。冲我来的？什么事儿啊？穆子琪案，陶大明在公众号上面发文章，葛晴晴都接受大 V 采访了，微博你没看啊？上热搜了。这不要了命了？您跟我们走吧，我们送您回去。也行。您得躺一下。哦，好。哎，哎呀，你这车也太挤了。师傅，这不是我的车太小了，是你的腿太长了呀。哎，你这后座什么味儿？这是？不好意思啊，师傅，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洗车。你呢，坚持一下啊。放心吧，师傅，完全看不见。赶紧走。这万一被发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怕，冲出他们的包围圈。哎，你快点开车吧，你好不好？走吧。人还真不少。人就出来了。没有，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好像不是那个。师傅，走远了。哎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一个法官弄得跟逃犯似的。真是没想到啊！现在自媒体都这么猖狂了。师傅，这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就别说。你要这么说，我就偏要说。穆子琪的案就非得是你审吗？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吧，咱们法院晋升通道本身就窄，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了，真的有点什么闪失的话，对你非常不利的。我觉得师傅不可能是为了仕途这么小心计算的人。你听听，啊，人小叶比你的格局就大。师傅，当然是嘴上吹破你，我是实实在在的规矩你好吧？行吧，好人没好报，不说行。哎呀，你们如果非要问我想不想升这个副院长呢，我倒是可以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我当然想啊，因为
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可是办好眼下这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子，不同样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吗？所以放着眼前的机会不要，老去想着那个2年以后虚无缥缈的机会，不是傻吗？师傅这格局啊，我竟无力反驳啊。师傅，那如果升副院长和办一个大案子2选1的话，您选哪个呀？小叶，我觉得呀，有些事儿呢没有矛盾，不要人为的去制造矛盾。哎，这2个事儿啊，它不矛盾。学习了。好，停下。哎，不好意思啊。哎呀，哟，今天怎么小周把你送回来了？哎呦，这不腰有点不舒服，所以就让小周啊顺道上送我一趟。嗯，哎，小乐姐，哎，你搬到这边来住啦？没有啊？那也不顺路啊。小乐姐是跟我顺路，她送我，所以就顺便把师傅捎回来了。嗯，啊，对，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小乐姐，小叶最高法下来的。哦，你好，你好，小乐姐好，我是方庭长的法助，我叫叶欣。哎，补充一句啊，这个呢是师傅的小徒弟，以后啊有什么事你不用找我，找他就行。那我还是找你吧，走吧。好，辛苦了啊。嗯，好了，哎，师傅，好拜拜啊。哎，有空来家吃饭啊。注意腰啊。哎，好，拜拜，小乐姐啊。哎，拜拜。嗯，好。哟，可以啊，那学的挺快的啊。这叫对案件保密，啊，你这胡说八道的能力真不错。不得已而为之的。哼。陶大明诉葛青青这个案子呀，现在观点很多，争议也很大，尤其是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关注。所以今天组织大家，就是想就本案这个审理思路啊，共同讨论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啊，原告要求葛青青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定要慎重的研究和讨论。从法律上面讲，我们先要认定葛青青是否存在侵权行为，还有过错。从道德层面来讲呢，我们要看保护他人于自我保护的冲突和底线。本案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葛青青对穆子琪的死亡存在过错。从道德上，我钦佩穆子琪，也同情陶大明，但从法律上，要认定葛青青侵犯了对方的生命权，还是很勉强。因为凶手的行为是导致穆子琪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葛青青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庭审调查的重点。要我说呀，第一，从外表上看，葛青青身高不足1.6米，瘦弱娇小，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的民众对所处危险程度的判断能够达到像警察一样的专业。这第二呢，从心理上说，葛青青在面对石勇行凶的时候关门躲避，不过可能只是懦弱者求生的本能。不可否认，他在危急的时刻这样做，与穆子琪的善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求生欲之下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那么大家对穆子琪遇害之后，葛青青在网上的这一系列举动有什么看法？葛青青每一次接受采访，虽然哭得梨花带雨，但我总觉得有点假惺惺的。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她自私、冷漠、懦弱，她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要判葛青青承担侵权责任，我觉得在法律上还是有点障碍，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这个案件啊，社会关注度高，人大代表也很关注，所以我的看法是，最好能上省委会讨论。喂，张院长。方远，是这样的，这个案子，陶大明的代理律师要求你回避。
要求我回避，什么理由？方远是我前女友的朋友，这就是我申请回避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通吗？说不通也要说啊。根据我上次跟他见面之后，我判断他很可能会因为我们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诉求，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这个法官必须要换。那换一个法官，我们就能赢？不好说。但是民事诉讼呢，这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刑事大，值得一试。这理由也太荒唐了吧！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这理由也能回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法官就不用办案子了吧？我建议你接受，这样会稳妥一些。张院长，这很明显就是那个陶大明的代理律师，他故意刁难，这种理由咱不能惯着呀。这样吧，院里研究一下，到时候再定。你看呢？李飞，就算这2天你不约我，我还想约你呢。你申请让方远回避。他给你告状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他可能会对我和我当事人做出不利的判决。为了赢就可以不择手段？这怎么叫不择手段呢？这是从程序入手，是我们辩护策略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拿我们之前的感情去解决工作问题，觉得合适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啊。你考虑我什么感受了？8年前你说走就走，这叫考虑我的感受？是那会儿我对你隐瞒了，我伤你心了。但是徐天不是这个原因。你走了之后，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决定和你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你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我进不去，这块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所以我选择提早抽身。方远回避的事情，我希望你好好认真考虑一下。没人性，简直就是没人性！怎么了？这又骂谁呢？哎，我想起来了，穆子琪这个案子是不是你们法院审啊？啊，谁负责呀？这我还真不是太清楚。你跟他说啊，这个葛晴晴绝对得好好的判他，太坏了。穆子琪明明是为了他出头，他倒好，大门一关不管人家了，结果人都被杀了，他才想起来报警。这种人他怎么不怕遭报应啊？小点声行吗？你让方可丽听着你又骂我呢。你这事儿啊，他还没审判呢，你不能轻易下结论。这还用审吗？我们老百姓都看得非常明白，葛晴晴这个人呐，就属于那种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弃闺蜜的生命于不顾。哎，事后还想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什么责任都不担。这种人只能靠法律严惩他。你们啊，应该好好听听民意。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这太简单粗暴了。这民意要能代表审判，那还要我们法官干什么？反正现在社会上这些事儿，我都快看不明白了。你就说之前那个什么啊，扶老太太被讹的那个案子吧，明明小伙子是好心要去扶老太太，最后还让法院判他赔偿，赔给老太太钱。这样下去以后，谁还要做好事啊？哎呀，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查清楚了，那个小伙子呢，确实也是撞了那个老太太，所以才改判的。啊？他撞了老太太，这事儿又反转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太忙，顾不过来啊！这快11点了，
走，睡觉。哎，不是，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我觉得呀，以后像这种引起社会热点关注的事件，你们最后到底怎么判的，得出什么结论，必须得好好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我还停留在上一级呢。领导说的对，哎，我明天给我们院打个报告啊，你定期给我们院来讲讲课，好不好？切，给工资吗？给，我的全给你。这样啊，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要求你回避的理由确实比较牵强，所以现在决定，还是由你继续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领导英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把合议庭的人数增加到7人，这样方方面面讨论起来会更充分一些。你没意见吧？不敢有意见。你放心，我一定不负众望。那去吧。行了。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明显就是虚假的，她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但这个问题是，陶大明也没有办法证明，在危险升级的时候，葛晴晴一定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啊，法律无法证其无。要照你这么说，葛晴晴就没有责任？我是在对证据进行判断。你们俩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调查。查什么？我们去案发现场再看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当时穆子琪就是在这儿等着葛晴晴一块回的家。走。根据卷宗上记录，他们俩吃完烤肉以后，就是走这条路回的家。哟，这么晚了还去看房子啊？哎，卷宗上注明，石勇是躲在那个位置，对吧？是。那么根据葛晴晴的说法是，当时穆子琪把他一手推进了房间里，而石勇的证词也是说他看到了这一幕。可是从石勇躲的这个位置啊，根本就看不到门口，也就是说看不到葛晴晴和穆子琪。这么说，石勇的这个证词是假的。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石勇的逻辑完全是不对的，只剩下葛晴晴和陶大明的版本，他们说的都有可能，但问题就在于他们谁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就是真相。你好，哟，看房回来了，这房子都落价了，这生意也不好做吧？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中介了呀？你们不是吗？这个是。看来咱这个衣服辨识度太低了，啊，我们是法院的。哟，哎，您记住了啊，法院的。是为那个杀人案事来的吧？那男的不是都判了吗？这事还没完呢。是啊，我跟你说。出事当晚，那女孩在我这买过水果。你跟他们认识啊？我认识其中一个，我在这儿10多年了，这出出进进的都熟。您是这儿老板？对啊。那太好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方远，这俩是我同事。
你方不方便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方便呢，咱里头说。走，好。好，谢谢。谢谢您。这个，那先辛苦您帮着给看一下啊。你看看，你说那2个女孩是她们俩吗？是她们俩。这个女孩叫穆子琪。哟，那看来确实特别熟，连名字都知道。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天晚上在你这儿买水果的时候，他俩是什么情绪啊？情绪，你指的是？哦，我是说当天晚上他们俩是比较紧张、害怕，还是比较开心？紧张害怕倒是没有，不过俩人走那时候啊是有说有笑的，有说有笑的啊。那他们当时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子琪这姑娘呢跟我熟，她老在我这儿买水果。那天她带着她朋友来呢，说要我这儿买的橘子，还夸我来着，说胖叔啊，人好人实诚，橘子甜又便宜，比超市里便宜多了。哎，临走那时候我还给她俩苹果呢。这一走，谁知道又出这么个当时事儿？你说这么好一姑娘，哎，就这样没了。你说她母亲父母该多难受啊！老板，这给我装几个。哎，行，你们先等一会儿。哎，好，您忙。哎，如果像老板说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俩当天晚上有说有笑，并且还在这儿议论水果的价格，那这就是完全一种不设防的状态。那这基本上可以说明，葛青青没有把施用威胁她的情况告诉穆子琪，或者就算是说了，说的也不严重。我就说他是在逃避法律责任。那我们也不能把老板说的话就直接当证据啊。那当然不行，我们还是得拿到监控录像。这样，明天拟个函，向公安申请这个证据，争取把他们俩下班这一路所有的监控录像咱们都拿到手。如果监控录像也印证了老板说这个情况，那这个案子应该就比较容易破局了。好。怎么样了？穆子琪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托你的福，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案子有效证据非常难找。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想想这葛晴晴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故意向穆子琪隐瞒石勇的危险性？徐律、匡律，证人到了，请他进来。好。什么证人？穆子琪的邻居，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然后你一打开门就看到石勇把穆子琪刺倒在地。是的，这些情况我之前在法院都已经说过了。是啊，法院也跟我说过了。谢谢你，辛苦了。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说出来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家人们，今天穆子琪案件9开庭了，我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刚才看到穆子琪的老公和律师都已经进去了，现场人很多，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我呀是站在葛晴晴这边的，本来呢我是支持那穆子琪老公的，后来我听说那男的出轨，你知道吗？而且我还发现，各位家人们，这边是支持葛晴晴的，那边好像是又是要支持穆子琪的老公啊，多好的小两口啊！这葛晴晴啊，不是个东西，人家配。西南省荣州市兴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陶大明诉葛晴晴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文文，给你吃俩黑芝麻丸解解乏吧。哎，乐乐姐，你看，这不是你老公吗？原来你老公是穆子琪案的主审法官。哦，还真是啊。啊？他没跟你说呀？这不是把你当外人了吗？人家法院有规定的，案子的事哪能对外乱说呀？跟家里人也不能说。哎，这案子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你看他就这眼神，躲躲闪闪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咱们可不要乱猜，人家法院断案是靠证据的。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开始举证质证，由原告先根据自己的主张举证。审判长，我们有2个证据。首先，第一个是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葛晴晴利用穆子琪的善良，主动提出要求入住穆子琪的家里，来躲避前男友石勇的纠缠。证据可见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点呢，关于报警问题，我方当事人曾经多次提出利用报警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葛晴晴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这一点也有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现在由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审判长，我方反对，因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从证据中看，陶大明作为丈夫，他并不认可穆子琪对我方当事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穆子琪为了不让丈夫继续啰嗦，并未将所有可能面临的麻烦告知丈夫的可能。我说完了。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吗？审判长，我们有证人出庭。传证人丁芳芳出庭。审判长好，审判员好，我是丁芳芳，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原被告双方是否有问题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跟被害人穆子琪是什么关系？我跟穆子琪是邻居，我就住在他隔壁。在案发当天，在你打开门看到石勇捅刺穆子琪之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有，我听到有争吵声。争吵声？对。谁和谁争吵？男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凶手，女的就是穆子琪。你还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吗？男的没说什么，女的说了一句，大意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对。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刚才对方在论述中说到，葛晴晴在当天与穆子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知道穆子琪的住处以及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告知穆子琪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案发当天，当穆子琪见到石勇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很明显，穆子琪在看到石勇的时候是感到意外的，这就说明被告葛晴晴在撒谎，她并没有把石勇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提前告知穆子琪，并没有尽到危险告知义务。审判长，我说完了。下面由被告代理人向证人发问。证人，我有一个疑问，在隔着门板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清晰地听到当事人对话的？我本来是正准备出门扔垃圾的，听到门口有动静，我就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就八卦心理嘛。就是我们那栋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他是听得很清楚的。
审判长，我问完了。证人可以退庭。接下来，针对案发当晚，本庭还有一些问题想询问被告。根据你的陈述，你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对你的威胁完全告知穆子琪了。审判长，我想强调一下啊，当时我的当事人被石勇威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说了，我都说了，刚才那个证人根本说的不是真话，当晚木子根本就没有说那句话。被告，请你冷静。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收到石勇的威胁微信后是什么反应？我很害怕，真的，我觉得他疯了，可能会上门来报复我，所以我才找木子跟我一起回家的。我当然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呀。你说你当时很害怕？对，当时木子一直在安慰我，说没事的。他说，如果石勇真的找上门来，他来跟他谈。那你觉得当时穆子琪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她是不是也非常紧张，还是完全无所谓？那当然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我们两个是女孩子，还是很害怕石勇会乱来的。下面请法官助理播放相关证据。被告，这2段录像当中，我们都看到你和穆子琪有说有笑，这是紧张的表现吗？我当时是因为木子已经安慰我了，我觉得有他在没事了，所以我才。你前面说，你把消息告诉穆子琪之后，他虽然安慰你，但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你们俩都是女性，怕石勇会乱来，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这2段表述，你自己不认为相互矛盾吗？是木子自己要来帮我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是受害者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没有错。被告，请你冷静，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法官，您听我说，我当时没有开门救木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也是一个弱女子，就算我开门了，不但救不了木子，我自己也会死的。你怕死？你觉得木子替你去死？他一直在帮你，而你却把他关在门外，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啊？那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才行？注意法庭纪律。被告，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当晚和穆子琪在地铁站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如实告知石勇可能会来报复你这件事情？我说了，我都说了。我当晚在烤肉店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木子死了，你们都恨我，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不该继续活下去。那好，那我也死了算了。你们判吧，
判我死刑，我去死！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日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我也同意承办人的意见。我同意房庭长的意见。我也同意房庭的意见。好，那我们合议庭就形成了一致意见。冯远，我想说几句题外话。你说，这个案件的判词特别重要，一定要反复的斟酌。我们让葛青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道德谴责。否则的话，会引发民众误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葛青行作为穆子琪的朋友和被救助者，对由于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穆子琪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使用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穆子琪阻挡在自己居所外被杀害。葛青行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陶大明失去自己的新婚妻子，遭受了巨大伤痛，而葛青行在事发后故意回避陶大明与之面谈的合理请求，继而在网络上发表颠倒是非的言论，进一步伤害了陶大明的情感。综上，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葛青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各项经济损失42万6千元。二、被告葛青庭于本宣判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陶大明精神损害抚慰金14万元。三、驳回原告陶大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请全体坐下。需要指出的是，抚慰救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当维护社会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义行，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穆子琪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穆子琪对于深陷困境的朋友施以援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无私帮助他人这种行为，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并且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嘿，哎，飞姐，嘿，接着，师傅可以啊。哇，哎呀，嚯，继续啊，好，来。不打了，不打了。师傅今天杀红眼了，状态也太好了。不打了，不打了，你今天太厉害了，打不过你。有吗？状态这么好。能不杀红眼吗？他这案子结了，无事一身轻嘛。我也是看出来了，师傅啊，你今天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你那份判决书啊在朋友圈都刷屏了，是吧？啊，哎，可不是嘛，我的也是，烦都烦死了。不过方大姐那篇判决书写的确实是好，学习了，是吧？哎，咱们最高法来的同志怎么看啊？
粗略的读了一下，真的很受震撼。很受震撼的。来，说来听听，让我感受感受。自己感受去。啊，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士官，副院长的事儿稳了吧？我觉得这事儿你比你师娘还操心。那当然了。哎呀，老远看着就像你们。哟，这么巧啊？你也到这儿来打球啊？啊，我陪客户工作。哦。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那个我送你。不用，我开车。是吧？先走了啊。好，师傅先走了啊。许飞还不理你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哎，你很多事儿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分手虽然是宇飞先提出来的，可是毕竟你走了呀。我告诉你，徐天，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他哭过。来，咱们再来一杯啊！师傅，哎，飞姐，怎么了，菲菲？怎么了，菲菲？怎么还哭上了？哎，怎么了？别管我，你们先走。什么叫别管你？你这好不容易考上中院，我们俩是出来给你庆祝来了，你怎么还哭上了？你跟我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冉哥，你说他为什么要走？这么多年，他就这么任性，他就一点不在乎我的感受吗？那是他有病，啊，那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别哭，回头师哥给你介绍一个，啊，好男人多了去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他好100倍的。是吧，爷？是的呀。飞姐，别难受，失去你那是他的损失。来，咱们再干一杯。所以说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之后念叨一晚上你的名。你跟我说这些，就是想鼓励我再继续努力，对吧？我鼓励不鼓励都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你真的把这伤透心了。既然回来了，如果真心想挽回，得加倍努力。我明白，谢谢你。哎，方队长，这次的判决，我服。废话，你赢了你能不服？还有啊，双河律所的大门一直为你敞开。打你的球吧。
年前轰动社会的弑母案，嫌疑犯锁定在了死者肖某的独子唐某。今日在新南省国际机场，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唐某。有完没完？我说了，我妈是我杀的，还要干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尊敬的各位长辈、亲朋好友，今天是我敬爱的母亲50岁生日，我代表她感谢大家的到来。妈，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儿子。今天我们家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上个月儿子刚刚进了世界顶级外企，并带领了核心团队。作为母亲，我为他骄傲。妈，我有今天小小的成就，都是因为你含辛茹苦的培养我。妈，你辛苦了。哎，像肖云这样，1年工资有多少啊1个月有18000块吧。18000块，像瑞恩集团那样的大公司，1年至少得30万吧，说不定年底还有分红呢，对吧，表哥？你看看你哥哥，成人成才，你要有你哥一半，我就知足了。那你怎么不跟人家大姑比一比？人家跟人家大姑一样是高中老师，我肯定比我哥有出息。小瑞，怎么跟妈妈说话呢？还不赶紧跟妈妈道歉？道歉。小瑞，不客气了。啊，对不起啊，妈。这才对。小瑞啊，知道你哥哥为什么能成才吗？这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讲规矩，没有规矩啊就不成方圆。就拿这吃饭来说吧，但凡每次出门吃饭，不管这一桌子有什么样的菜，但是每一道菜他都必须全部吃到，这样才能保证营养均衡。今天你哥哥也是这样，你没注意到吗？不喜欢吃的也要吃，人不成机器人。小瑞，人吃饭是为了汲取营养，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还有，父母的话没有错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小瑞，想成才，就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哦，对吗，妈？我要是有肖云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要多活20年。好，来，把酒杯端起来。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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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高兴啊，儿子，这是妈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要是你爸还活着，能看到今天，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汤小云，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杀了你的母亲？我恨他。为什么会恨他？你和你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重要，很重要。
这个唐笑云怎么还能什么都不说呢？可能觉得自己终有一死，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小芳，哎，你跟我说去找街道主任，啊，可街道主任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管，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齐大爷，你们那个街道主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您去了，态度特别不好，跟人吵起来了。我没有，我就是跟你讲道理嘛。讲道理，你别吵啊！你生气，这不是对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我就是要一个公平嘛。你公平，人家街道帮你解决你的具体困难可以，人怎么给你多弄出一间房子来呢？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慢慢讲嘛。我都说了，身体重要，是不是？哎，哟，你看，我差点忘了啊。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孙子。哎呦，我给你送几个红鸡蛋啊，这是习俗也是规矩啊，来沾沾喜气。齐大爷，先恭喜恭喜啊！但是你这个鸡蛋我不能收啊。为什么呀？你拿回去，拿回去。我们有规矩啊。我收了你的东西，我犯错误啊。那怎么了？这不是给你送钱，你要不收，这就是看不起我啊！我怎么会看不起您呢，齐大爷？这也不行，我要收了，回头把我从这个工作岗位上调走了，那以后您这事谁给你解决呢？这样啊？啊，你拿回去，拿回去啊！哎，你给我倒点水好吧？好，有茶叶不？哎，有的。哎呦，茶不错啊！齐大爷，哎，我那儿有好茶叶，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拿点啊。哎，谢谢，不要了。哎呦，你这个套子也该换一下了啊！小芳啊，你吃一个可以吧？不，齐大爷，这我真不能。这是我们规矩，你看我都包好了，吃一个，沾沾喜气。啊，好，沾沾您的喜气儿。土鸡蛋，黄好。唐笑云就一直说恨他母亲，所以杀了他。但具体发生过什么，不肯说。公安和检察机关走访了许多人，但是他们都讲说这对母子的关系非常好啊。我觉得咱们都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尸检显示，唐母的面容严重变形，说明她砸了不止一下。杀死母亲后，他将母亲的尸体藏匿在事先购买的冰柜里。关于他作案的细节，你问过他吗？问过，他拒绝回答。这也是我一直难以理解的地方。无论是从前期调查，还是各方口供，都显示唐笑云母子关系十分融洽。但是从现场的勘查情况又证明，他对母亲确实是恨之入骨。母子俩在案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关键。其实杀母之后的事儿，我觉得更加蹊跷。普通人在杀完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害怕、躲闪，至少没心情享受吧。可这个唐笑云干了什么？吃喝嫖赌，玩的倒是挺开心的。你身上怎么有股腥味儿啊？什么味儿啊？好像有血的味道。哎，如果我跟你说我刚杀完人，你信吗？
母亲一死，他挥霍无度，找失足妇女四处旅游，还去蹦极，玩得乐不思蜀，简直放飞了自我，干尽荒唐事。这又是一种什么心理？我有种感觉，唐湘云在动了杀机之后，就没想过再活下来。在我第一次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惊讶的，但是后来我想，这种理由或许是成立的。一个人在死之前，他要做的多半是社会所不能允许的错误的事儿。我认为，无论一个母亲对孩子做了什么，这都不能成为孩子杀死他的理由。在杀了人之后，他还毫无悔意。检方的量刑建议是死刑，我认为恰如其分。我认为在量刑前，我们应该先把他的杀人动机搞清楚。发生在家庭之间的悲剧，对社会是有警示意义的。好，李飞，那你看能不能让检察机关再做一下补充侦查，就从他们母子关系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好，那我这边再去走访一下其他的社会关系。哎呦，这什么孩子呀，绝对是反社会型人格。你看这个热搜了吗？什么热搜？有一个这个妈妈呀，把孩子含辛茹苦的带大了，还送进了重点大学，结果这儿子把妈妈给分尸了。哎呀，看了。所以说啊，孩子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嗯。对了，周二方可丽他们学校有活动，那你去吧。周二不行啊，院里有会啊，你不能去啊。现在是我们财务最忙的时候。不是，那我可是跟双方当事人都通知好了呀。哎，凭什么你有事儿你就可以不去，我有事儿我还得想办法去？嘿，那你不能开会的事儿重新约个时间吗？好，我改，我去，我先去参加他的活动，我再晚回去加班，这总行了吧？哎呦，说的你多委屈似的，方可丽不是你女儿啊？是，我应该的。快，赶紧睡了，别看手机了。哎呀，你把当天的情况再详细的说一下。是这样的，周法官，我跟我闺蜜合租，这男的是我闺蜜男朋友，他有时候也会过来住，所以有家里钥匙。那天我下班早回家，我刚进门我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我一看，这男的跟那小三在那儿做头发。做什么？就乱搞。我当时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我就拍了视频发给了我闺蜜。那除了你闺蜜，你还有没有发给过别人？没有，绝对没有，您可以去调查。渣男，你好好想想，那小白对你多好啊！啊，你们俩一起住，那房租你有出过1分钱吗？你还好意思把小三带回家？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回家我都嫌脏。我告诉你，少一口一句小三的。我跟小白我们俩又没结婚，我没结婚，我跟别人谈恋爱，我有问题吗？请问，就算是我结婚了，你也不能偷拍我，你还把视频和照片发给别人。周法官，这人就是一法盲，我没什么好调解的，我就是要告他。不是，周法官，哎，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如果你老婆跟人家出轨了，被你兄弟看到了，他会不会拍照给你？我这叫违法吗？我这叫讲义气。是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结婚呢。法盲，渣男，闭嘴吧你！闭嘴，渣男，渣男，你就是渣男。行了，你们也别吵了。这个情况呢，我也都了解了。你先跟我出来一下。周法官，这个案子要判的话，你可能会有赢的几率，是吧？我都问过我那些律师朋友了。可是我建议你还是调解。啊？为啥？如果判你赢的话，我会要求被告在朋友圈公开15天的道歉，并且每天发布1次。他该。可是你心里好好的想一想啊，他现在心里有气，
肯定会写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你洗头的这一件事情呢，可就要公布于众了。这件事情本来只有你们3个人知道，他这一发朋友圈，一公布，一道歉，你的朋友圈所有人都知道了。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心里难受的是谁啊？可是他那个，从道德层面来讲呢，你确实不对。再怎么说都不应该两头骗，还把他带去你女朋友租的房子里面，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调了吧。行吧，调呗。哦，谢谢。哎，你生过小孩吗？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您放心，您刚才讲的我特别理解。产后抑郁它是一种病，不是说您矫情，对吧？是，终于有人理解我了。我跟你说，我婆婆就是想害我。之前她夹在我跟我老公之间，现在她得逞了，是吧？她现在就是要抢走我的宝贝，她就是不让我见我的小孩，她现在就是要害我，她就是要割我，她现在就是想方设法的把我跟我的小孩分开。婆婆就强行的把你孩子带走了，是吧？她已经把小孩带回老家。已经1个月了，他就是不让我见他，他就是想让我跟我小孩分开。是，没事，我很冷静的，谢谢你，谢谢你。跟你说出来，我心里就痛快多了。从来没有人好好听我讲话，真的。这个案子要判的话，你大概率会输。法官，你可别吓唬我。我没有吓唬你。你拍摄并散播原告私密视频和照片的行为，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你得公开道歉，还得赔偿精神抚慰金。但是呢，我也不想让你赔这个钱，你是大学生，花的也是父母的钱。再者说了，你的行为呢也确实情有可原，你的动机也的确是帮助闺蜜，视频没有大规模的传播，而且主观恶意也不是很深。是，周法官，你是个好人，好男人。你也不用这么夸我。如果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可以和原告去好好沟通一下，让他不要追究你的责任。你呢，也要象征性的赔偿1000块钱，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觉得呢？他能同意？那同不同意那就是我的事了。你现在就按你一句话，我就去调解。行吧，反正我就想替我姐妹出口气。这以后呢，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了。你看到这一幕想留下证据，完全能理解。但是这样的视频要是传播出去的话，那你就是违法。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如果你闺蜜看到这么辣眼的视频，心里会不会有阴影？要是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呢？你承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还有，你以后的路怎么走？对不对？您好，请问一下，您有什么诉求啊？就你调啊，叫你们院长来。我们院长现在确实在忙别的事情，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也是一样的。我说你一个前台端茶送水收快递的，我跟你说得着吗我？端茶送水确实常有，收快递呢，我也确实不收。拆快递我都只拆我自己网购的。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在我这里出具的调解书也是具备法律效益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你真管用？当然了，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实在不行，我再给您找院长，行吗？对，这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吗？做一小生意，我那邻居看不下去，眼红，他硬给我开一样的。你一夜又下脚了。我再问你一句，你还想不想跟小白好了？他还能原谅我吗？你表态，我可以帮你调解。我当然还想和他好了，回头辛苦你帮我们调解一下吧。告你是我不对，我请你吃个饭吧，给你道歉。周法官，那我们先告辞了。再见，周法官。今天这事儿你别放心上啊。哎呀，没事儿。薇薇我态度也不好，小心变渣男。走。
接着干。爸爸，你有没有来过我们学校？来过。嗯？你上1年级的时候，爸爸来过。啊。啊。那都好久了。啊？那都好久的事儿了。好久了吗？我们学校怎么样？你们班里现在有多少同学啊？53、4吧。到底是53还是54啊？53、4。哎，周老师，可丽，周老师，这是我的法官爸爸。你好，方可丽爸爸。哎，你好，周老师。之前都是他妈妈来学校参加活动，跟你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哈。是，哎，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工作啊，平常实在太忙了，没什么时间管孩子。今天他妈妈有一个工作实在走不开，我这才带她过来。周老师，我爸爸可是法院领导，你给他留点面子啊。别瞎说，什么领导？知道，不是很早以前就跟老师说过的吗？好了，快去进教室吧，一会儿值班马上就要开始。好，走。哎，方可丽，这位应该就是你的法官爸爸吧？对。方法官你好，我是霍思思的妈妈。你好。你好。方法官，哎，你好，我是李小新的爸爸啊。叔叔好。你好，咱们第一次见。你好。这个陈可儿，我是他妈，以后多关照啊。你好。哎，方可丽爸爸，你知道吧？我们几个平时跟方可丽妈妈很熟的。哦。哎，我们有个小群，你微信多少？我加你，我把你拉进来。对，赶紧拉进去。好。不好意思啊，过去这个工作太忙，几乎没怎么管过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别拉错群了。好。我在群里加你。好。玉儿爸爸，不好了，玉儿把自己锁屋里了。在哪儿呢？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跟说好了上个厕所就回来了。玉儿爸爸，你别急，一会儿张先生等一下。陈店长，这个当事人。不用调，这婚我离定了。萱，不好意思啊。哎，萱，不管怎么样，先把早餐吃好啊，你肠胃不好的。哎呀，离我远点！要趁热吃的好吧？哎，熊先生啊，你早餐放这儿，出去一下，我们跟你老婆单独聊会儿。哎，好的，那法官同志一定要。哎呀，出去吧！哎呀，我知道。来，出去啊！早饭要趁热吃，不然你肠胃不好。哎呀，放心，我们让他吃早饭。哎，好的。哎呦喂，这早饭是准备的营养又健康，摆盘还挺好看的。你老公真是个细心的人啊。不用说别的，不管是调解还是判，反正我就是要离婚。我知道，咱们都调了那么久了，我能不知道吗？可我就想问问啊，你老公对你感情专一，挣的钱也不错，还全都交给你，婆婆对你也像亲闺女一样，那更不可能家庭暴力了。你为啥一定要离呀？说了呀，感情破裂。他啥时候破的呀？我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没感情，你给他生俩孩子，你们家你说了算吧？你要是不愿意，他这事儿也办不成啊。行了，我不用调了，你直接给我判吧。悄悄说，你外头是不是有人啊？你瞎说什么呢？别急眼，别急眼。我瞎不瞎说，你心里最有数。哎呀，我呢，只是在法院工作了20多年，处理的离婚官司吧有几百起。像你这样
坚决要求速战速决的，那必是有迫不及待的理由。我要说实话，你能帮我？你只有说实话，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我跟我初恋又好上了，反正这婚我肯定得离。你可以跟熊大国说，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是夫妻财产1人1半，他以后得负责我的养老保险。我再问一遍，是你在外头有人了是吧？是不是？你这叫婚内出轨，知道吗？你有悖公序良俗，你是过错方。好嘛，过错方还那么理直气壮，还提那么多诉求，你当我们法院真会支持你啊？我还告诉你啊，现在你老公要是知道真相，他倒是可以反过来到法院来告你。什么意思呀？你要把我刚才说的告诉我老公是吗？那不会，我们有我们的保密原则，涉及到你个人隐私的，我们不会告诉别人，这个你放心。不能说，不能说，他要知道了，他真能打死我了。那他不知道就会跟你离婚啊？就他现在那状态。我还告诉你啊，你老公他要是坚决不离的话，就你俩这情况，我们法院还真判不了。怎么办啊？王姐，你得帮帮我啊！我一直在帮你，你脑子清醒一点儿。都是女人，我懂的。哎，我就问问你啊，第一，你现在的初恋，是不是也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你好？他挣的每一分钱也通通都会交给你。结不结婚再说，就那新婆婆也会对你像闺女一样？还有你老公，他要是再婚，找的后妈要是对你那俩孩子不好，你怎么办？你这亲妈就能幸福啊？你哭都来不及。都是当妈的人了，做的事情一点都不负责任。别哭，想清楚自己到底怎么选。哎呀，小雪，这特殊好啊！特殊以后你回去打老妈老都可以。熊大国，你过来一下。啊？还有事情啊？以后呀，你别太惯着老婆，对自己好点。谢谢，谢谢法官。呀，我还以为你要嘱咐他回去练练拳脚，吓死我了！我也不傻。走，别调成了啊！我把那女的好好的给骂了。哎，不过小叶，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坏了。你叫住那熊大国的时候，我这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了。我怕你一激动，要是把他老婆那点小秘密通通给说了，那他还不得原地爆炸啊？背对背调解有保密原则，我懂。再说了，王姐，你不是已经对施德芳提出了批评和警示了吗？我又不傻。很好，小叶，成熟了。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得了这个真相的。记住了。这突然不怼我们了，搞得我很不习惯。那再怼两下呀！方远啊，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一点私事儿。行，你赶紧忙吧。对，怎么感觉他兴致不高啊？他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哎，当被告什么感觉？快走吧，大哥。来，被告先进。方法官，你可来了。别方法官了，这位是陈法官啊，陈法官。你好，你好。来，大家先坐下，好吧？坐吧，坐吧。好。我是新城区的法院法官，我叫陈康。啊，你好，陈。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咱们这起案件呢，我基本上也看了，
大家都有调解的意愿，啊，也有调解的基础。原本应该在立案庭进行诉前调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方圆法官他是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所以呢，现在就由我们民意庭来调。起诉人是倪蕊，代理人是倪蕊的父亲李金刚。他起诉各位家长，你们的孩子对倪蕊有欺凌行为。经过专业的心理医生诊断呢，他有抑郁倾向。那这个倪金刚，他的诉求是什么？他的诉求是，希望各位家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倪蕊道歉。什么？大人跟小孩道歉？哎，凭什么呀？这是孩子之间的矛盾，就算是孩子真的做错了什么，也是让孩子去道歉，拉上我们干什么？就是啊，还让我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他这不想让我们社死吗？陈法官，这真的有点太过了啊！这个，诸位先冷静，冷静，请坐。先冷静冷静啊。那个陈法官，这个倪金刚说我们的孩子欺凌他的孩子，证据是什么？对啊，证据呢？这是倪金刚作为代理人交给我的，你自己看了。你跟爸爸说，这照片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这照片是谁拍的？反正不是我拍的。你再说一遍，你再这种态度跟爸爸说话，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这照片是谁拍的？啊？